我心里自始至终都只有婵儿一人。你若识相，便自己去找母妃退亲吧。你到底有没有听见我说话？别以为你装听不见就可以不退婚。老天爷睁眼，竟然让我真的回到了16岁这一年。前世我经历的一切悲惨，都与眼前这个叫萧从的男人有关。我出生的叶家乃高门望族，父亲既是单国公，也是陇西、剑南、关内3道节度使，大梁总兵不过50万，分属10道。我叶家便独占最重要的3道，领兵20万。后来父亲因病而亡，母亲跟着殉情而去，哥哥有军中旧部照料，长姐也留在陇西，唯有我被一道圣旨送往宫中，由姑母叶宸妃照料。不仅如此，尚在襁褓中的我便被赐婚给姑母所生的3皇子萧从。姑母待我真心实意，多年下来，我们之间早就情同母女。可这花团锦簇，全是梁帝设下的大局。萧从根本不是姑母的儿子，一切都是为了能让他亲手瓦解叶家的兵权。姑母也成了窃人子嗣的恶人，被勒死在关雎宫。而我那个在马背上长大的将军哥哥，没有死在敌人的刀下，却在回京述职的时候，被信任的表弟在单国公府里毒死。英姿飒爽的长姐也被枕边人，也是萧从的伴读背叛，身怀6计，一尸两命。叶家的兵权迅速被分割，在二叔继任国公的第1天，就把我父亲这一脉所有人逐出了族谱。没过多久，萧从被立为太子，容婵为太子妃。你父亲这些年把军中治理得宛如铁桶，叶下这么多年想杀了你哥哥，却毫无办法。那又怎样？后宅妇人的手段才是兵不血刃。还有你那个傲气的姑母，到头来还不是做了别人的嫁衣呀？本宫本来想杀了你，可又觉得太便宜了你。要不我们给他找一门好亲事吧？就这样，我被许给了一个年过半百、酗酒斗殴的城门守卫。待嫁的那些日子，容婵几乎日日前来折磨我，针刺、鞭打、杖责、罚跪，留我一命，却让我生不如死。好不容易熬到出嫁那天，趁着那守卫喝得烂醉，我一根麻绳勒死了那个打死了2任媳妇的恶棍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敲响誉王萧昭衍王府的大门。我跪在大雨中，恳求誉王救我一条性命。追寻你的方向，一路飞翔，用尽全身力气。从此这个世界上没有叶流锦，只有誉王府一个不知名的侍妾。直到萧昭衍起婚，萧从被斩于朱雀门。梁帝在太子殿自尽，我才重见天日。诸神开眼，竟真让我回到16岁，这一切都能挽回的时候，这一次。别以为装可怜有用，我告诉你，母妃吃你这一套，我可不吃你这一套。你认为我是在装可怜？前世萧从来找我说退亲之事，我怕姑母担忧，卑微哀求，甚至不惜跳下看夜池来威胁。可那时的萧从早已落荒而逃，丝毫不在意我的死活。最后我泡了半炷香才被宫人们捞起，也因为那次，我的身子彻底昏了。叶流锦啊叶流锦，当年的你可真是愚蠢至极。行了，别废话，赶紧去找母妃。萧从，你可知我身后是叶家3方节度使？哼，那又如何？我是母妃的儿子，母妃也姓叶，娶不娶你，叶家都会站在我身后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我便一同去陛下面前退亲吧。凭什么？这门亲事是母妃为你定下来，与我何干？你如今
既然要娶容婵的话，还是需要陛下和姑母点头的。怎么，让你同我一道去，你怕？我怕什么？我是担心，若让人看到我们一同去退婚，那届时满朝文武都知道你被退婚了。你说你一个姑娘家，这种事情闹大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不如你自己去和母妃说清楚，母妃疼你，一定会再给你找个好人家的啊！真是打个好算盘。无论是宫女还是陛下，或者是龙才，都是想萧从娶我，所以他自己不能去说，甚至不敢去说，只能让我做这个出头女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可惜前世的我却不明白。你想与我成亲，你也配？说什么？萧从，这一世我们的账慢慢清算。见过叶姑娘。前世我总是会朝他们点头示意，可如今再看，我只觉自己前世太过愚昧，看不清这金碧辉煌宫殿里的人心鬼秘。姑娘，可算找到你了。这天都晚了，一个人跑哪儿去了？今日可是妃嫔去关雎宫给宸妃娘娘请安的日子，容姑娘也随着容婵人来。前世正是这个陪着我从陇西来京城的好丫鬟出卖，给容婵指路，最后我落入魔窟，她却成了东宫选侍萧从的新宠。等着你呢。暖香，我的簪子掉进太液湖了，你去帮我寻一下吧。姑娘，这天看着都快下雨了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先回去，晚些时候再派人来取。我如今是使唤不动你了是吗？要么你现在就去，要么你就跪到这公道上，到明日清晨。什么？大姑娘和世子要是知道你这般无理取闹，定会失望至极。上一世只要我稍微动怒，暖香就会耳提面命地说这些给我听，每每我都会被劝解住。可是现在，世家贵女又如何？还不是和提线木偶一样被我捏在手心。姑娘是大家小姐，怎能如小门小户那般无礼？既然不听话，那你活着也不用。既然不听话，那你活着也不用。姑娘，奴婢知道错了。奴婢这就去太液池给你寻簪子。晚了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不珍惜。叶姑娘，是我，是萧昭仪。拜见王爷。要下雨，赶快回关雎宫吧，免得宸妃娘娘担心。方才我的簪子掉进了太液池，我想让他替我寻一下，谁知他百般阻挠，下人不中用，处置了便是。不如我陪叶姑娘去太液池边寻寻。不用了。开什么玩笑？萧纵这会儿恐怕刚从太液池爬上来，我让暖香去，就是想让暴怒的萧纵把气撒到他身上。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就不叨扰王爷了。既如此，你让你的下人去寻。告辞。怎么了？我也没说什么，怎么突然就变了？姑娘，奴婢这就去给你寻簪子。去吧。宸妃娘娘，
今日怎么不见锦妹妹？我还特地给她做了桂花蜜饯糕，想让她尝尝呢。宫中无后，现在由姑母陈妃执掌父命，理六宫事务。她无皇后之名，却有皇后之实。她一大早就没了人影，不妨本宫先替她尝尝。姑母，这一世我一定会保护好你。姑母，姑母，表哥他跳进太液池了。无妨，他自幼水性极好。倒是你，身上怎么凉成这样啊？这可是上好的君药，抵你1个月的份例银子了。陈妃娘娘恕罪，妾也是忧心三皇子。天渐渐凉了，三皇子掉入液池，冻坏了身子，可如何是好啊？他自己要跳，怨得了别人？那个孽障为何要跳入太液池？瞧瞧他干的好事，把你吓坏了吧？姑母，表哥同我说，他要与荣禅成亲，让我自己过来同你说推亲之事。表哥还说，我若不答应的话，他便跳进太液池，说是我推的他。日后我的名誉受损，陛下和太后自然会心疼他，婚姻自然也就解除了，日后我便再也嫁不出去了。叶姑娘莫怕，你与三皇子是陛下指的婚，任谁都是抢不走的。姑母还没说什么，荣才人便这般着急，看着表哥，倒像是你的儿子。陈妃娘娘，妾也是心疼叶姑娘，何况婵儿定不会生出这等心思啊！你是何时勾搭从儿生出这般心思的？臣女不敢，娘娘恕罪。秦妹妹，我待你如亲妹，是万般不会和三皇子发生这种事的。这其中一定会有误会的。娘娘，三皇子来了。来了正好。母妃，母妃，叶莲准他。母妃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是想说你逼着刘瑾来找本宫退亲，还是想说刘瑾把你推入太液池，你要去找陛下和太后为你做主？本来就是他推的我。母妃不分青红皂白便责打儿臣，天理何在？孽障！刘瑾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如何能将你推入太液池？说出来也不怕别人笑话。哼！你被狐狸精勾了魂也就算了，你要是好好跟本宫说退亲之事，本宫还能高看你一眼。母妃好歹也是宫中主位，怎么出口便是狐狸精这般粗鄙不堪的话？你替他说话，本宫就问你，退亲这样的事，你居然让一个女孩来说，本宫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无能又懦弱的东西？表哥，你若当真与荣姐姐两情相悦，应早些同我说，何苦跳下太液池，如此作践自己？你不仅伤了自己的身体，更是伤了姑母的心，还伤了我和荣姐姐之间的姐妹情谊。荣姐姐蕙质兰心，你们两个更是天作之合。只要你们好，我受点委屈不打紧。你气死我了！快请太医！别以为你替从儿挡了这一下，本宫就会放过荣禅。你们荣家的女人，在狐妹子这件事上还真是天赋异禀啊！够了，母妃！小心，姑母，没事吧？这件事明明是叶流锦的错，荣才人何辜？婵儿又何辜？就算是要偏袒叶流锦，也不用动手伤人呐！我竟不知生我养我的母妃何时变成了这样是非不分、心狠手辣之人！你去请陛下过来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都起来吧。
你这脸又是怎么了？妾无碍，是臣妾打的。不过臣妾打的是萧从这个孽障，他自个儿扑上来挨了这一下。瞧瞧，这苦肉计当真有用啊！臣妾的儿子被荣家人设了魂魄，不仅要娶荣婵为妻，还要认荣水月为娘。陈妃，娘娘，从儿可是你的儿子呀！你执掌凤印，言行举止皆为六宫表率，嫔妃犯了错，你处罚便是。你岂能拿皇家子嗣的血脉来开玩笑啊！娘娘，若是因为妾与三皇子生了嫌隙，那妾便是死了，也难以安心呀。陛下可知，臣妾今日为何要打从儿？他又为何浑身湿成这样？你这又是如何弄的？陛下，臣妾也觉得这桩婚事不妥，不如陛下收回旨意，让他们二人各自婚配。这孽障配不上刘瑾。不可！陛下，三皇子与叶姑娘是陛下亲口预言赐的婚，岂能因为荣婵改变了旨意？娘娘放心，妾定会好好管束荣婵，妾发誓这辈子永远不会让荣婵再见到三皇子。若是我嫁给了其他皇子，叶家也就不会站在萧从身后了。荣水月前世今生也真是好算计。父皇明鉴，既然母妃都已经这么说了，那就请父皇成全儿臣，儿臣愿娶婵儿为妻。三皇子，我的婚事自然要父皇和母妃为我做主，何时轮到你这个才人来说三道四？尽管你是婵儿的姑母，也不能越过她的亲生父母来断了她的姻缘。我荣家也曾是书香门第，怎么偏偏出了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娘？婵儿，父皇，儿臣是真心喜欢婵儿，非她不娶。表哥，我与荣姐姐交好，从未听她说过与你有任何牵扯，你与她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陛下，臣女来京数十载，承蒙陛下厚爱，姑母照料。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在臣女心中，臣女早就将陛下和姑母视作亲生父母这般。臣女实在不愿因为此事坏了一家人的情。荣姐姐容貌姣好，我蒲柳之姿，自然无法相比。表哥心生爱慕，也是人之常情。说他们果真相爱，我也愿意成全。可荣姐姐，我与你交好，从未听你提起你如表哥说的那般与他两情相悦。荣姐姐，臣女没有，臣女进宫以来一直恪守本分，与三皇子从未有过逾矩，就是不知三皇子是如何误会，请殿下明鉴。婵儿，你殿下，臣女不知做了何事，让你误会。你口口声声说我们两个两情相悦，可是我何曾受过心悦于你，又可曾给过你信我？若殿下执意说臣女勾引你，那臣女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婵儿，还好，好在你没事。姑母，我是不是用的太大力了些？你也是为了他好。陛下，今日之事已然明了，错在从儿一人。今日他能借荣婵来折辱刘瑾，来日便能找其他理由继续折辱。臣妾的兄长嫂嫂为国捐躯，臣妾不忍看着刘瑾将来夫妻不睦，还请陛下断了这姻亲。你个混账东西！
言行不端，举止有失。太学的先生就是这么教你为人处事的吗？陛下，这一切都是容禅的错，妾这就带他回去面壁思过，求陛下不要责怪三皇子。来人，带容才人和容姑娘回去，再请太医去看看。姑母，你没事吧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把你母妃气成这样，你可满意了？母妃，你大了，越发有主意了。你若真不喜欢刘瑾，趁着你父皇也在，便把话说清楚。我耽误了刘瑾的终生。不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放心，你父亲与朕情同手足，你和朕的女儿又有何区别？往后这孽障，若是再敢对你有半分放肆，只管告诉朕，朕和你姑母定会为你做主。臣女多谢陛下。陛下，誉王殿下派人前来说怎么了？说三皇子把叶姑娘的侍女暖香踢下了太液池，誉王殿下急忙让人去救，救上来已经没气儿。公公所言，当真？奴才不敢妄言，暖香的尸首，殿下也一并送过来了。公母，我大梁并不苛待宫人，就算宫人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，那也是先交由掖庭查明再发落。如今你光天化日之下就杀了暖香，还被誉王看见，明日朝堂之上，你就不怕见官上奏吗？臣妾是管教不了他了，还请陛下发落。这事是你干的吗？父皇，儿臣不是有意的，儿臣是失手。给我滚！陛下，是那贱婢，都是那贱婢，是那贱婢看儿臣浑身湿透，欲趁机行不轨之事，儿臣就推了他一把，他是脚下一滑才跌入太液池的。都是你，你平日怎么教导的下人，居然妄想攀龙附凤！死都死了，便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就像方才，你非说容姐姐与你私相授受，好歹容姐姐有子，否则也要被你泼来脏水。你暖香是陇西送来的，我叶家世代忠贞，驻守边疆，绝无儿戏。现如今，竟被三皇子两句信手拈来的话，要来诋毁我叶家百年清白，是我不能忍。我何时诋毁叶家了？陛下，姑母，方才不是说誉王殿下看到了吗？不如前去派人说说看，暖香究竟有没有行不耻之事？叶流锦，叶流锦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！够了！此事涉及叶家和皇室颜面，就此作罢。朕自然知道叶家家风，何须外人再来说？臣妾也姓叶，叶家如何，臣妾最清楚不过。从今日起，你在宫中禁足3月，无诏不得外出。令罚俸1年。这算是从轻发落。今日多亏了誉王殿下，否则暖香恐怕是……誉王颇有先帝的风范，
将来大梁交到他手里，也必然是名副国强。只是，陛下的心思，好像不如当初那般了。当年先帝薨逝，本该由年仅1岁的誉王登基才是正统，可朝中清流觉得不该由一个小娃娃登基，这才推出了陛下。可是太后不愿，最后还是在太傅的建议下，由陛下登基，再立誉王为太子。可刚刚被立为太子的誉王，当天就高烧昏迷不退，药食无益。绝望之际，司天监监正给卜了一卦，说太子年纪尚小，难以承受东宫福泽，这才改立太子为誉王，并加封尚书令。如今誉王已成年，并掌管6部官员，恐怕陛下心里也是忌惮的。姑母不必担忧，太后娘娘可是把誉王殿下当眼珠子护着，有沈家在，陛下自然不敢变卦。你这个丫头倒是个鬼机灵，什么都看得清楚。前世沈太后活着的时候，一切都安稳如常，所有的变故都是她病死在建章宫后才开始的，所以这一世我无论如何也要保住沈太后的命。想来太后去慈芳寺祈福，算算日子也该回来了。那沈姐姐呢？你不是向来不喜欢她，今日怎么称她为姐姐了？今日我算是看清楚容婵的真面目，往常她都同我说沈姐姐瞧不上我，我看是沈姐姐瞧不上她。你能明白再好不过了。只是你的暖香也别难过，回头姑母。姑母，我不喜欢暖香，她总拿长姐和哥哥来压我，虽然她说的话也不是全然不对，但我有姑母教导，哪轮得到她来说教？你这丫头总算开窍了，我早就与你说了，她不是个好的，你回回都护着，这样也好。回头姑母啊，让叶婷到宫外给你找个好的。我要会拳脚的。好好好。哎，你的海棠簪子呢？约莫是掉在哪儿了吧？王爷，宫里传来消息，说陈妃命叶婷到宫外挑选2个会拳脚的侍女。你亲自选2个还不错的，送去叶婷。是。容婵，我劝你收起那些下贱的小心思。三皇子天生贵胄，你也配肖想？别以为你爹费尽心思的把你送到我身边，你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他一个7品小官，不思进取，妄想着裙带关系高升，哼，简直是做梦。明日我便送你出宫，日后你就不要再进宫了。你年岁也不小了，回岭南去，早点嫁人。姑母，求您不要送我出宫。不送你出宫，难道留你在宫里惹是生非吗？今日陛下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饶恕你。你以为你说的那些话会有人信？简直是不知所谓。可是姑母，婵儿也是想帮助你啊。婵儿虽然才进宫几天，但是也见识到了那个叶晨飞是如何的嚣张跋扈。若是能当上三皇子妃，那婵儿就可以帮衬着你对付叶晨飞了。对付叶晨飞，太后的人，你敢对付？姑母，
就算是太后护着又如何？今日三皇子对我的态度你也瞧见了，他是个好对付的。只要我到时候把他牢牢的抓住，然后再叫他对付叶晨飞。你若敢再接近三皇子半分，我便亲手杀了你！姑母，我累了，退下吧。娘娘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三殿下是陈妃的儿子，他纵然再气，难道还会因为一个侄女厌恶了自己的亲儿子不成？曹薇是我的儿子。才人怕是记错了，三皇子是陈妃的儿子，哪里需要你的关心？奴婢是陛下亲自指来伺候才人起居的，才人若是打我，那可是在打陛下的脸。不知道三皇子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总归是容婵造成的这一切，我这个当姑母的应该去看看，略表一下歉意。才人，你冷静些。今日天色已晚，您孤身去皇子门起殿，怕是不成体统。他可是我的儿子，每次我就看他和那个女人母妃，我的心就像刀剜了一样疼。才人，奴婢提醒你一句，您可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坏了陛下的大事。若事情败露，不光是您，三皇子也会丢了性命。有陛下在，三皇子就算把天捅了个篓子，也没什么大惊。您只管放宽心，您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荣才人，荣才人，真的是你啊！我方才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只是这深夜你出现在太和殿附近，又做出如此装作，怕不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姑母，刘瑾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太和殿眼下住的是三皇子。和四皇子在居住。哼，这深更半夜，你鬼鬼祟祟是想要去哪儿？回娘娘，妾只是路过而已。路过？来人，把他捆了，直接送到掖庭去。我看他说不说真话。车妃娘娘恕罪，三皇子身子不好，说到底是被容婵给连累了，妾心里过意不去，想来探望一二。又怕娘娘知道了一跃，这才出此下策。娘娘想怎么责罚臣妾，臣妾绝不会有半句怨言。只是陛下刚为三皇子动过怒，太医说陛下不能再动气了。要是把妾送入掖庭，多半陛下会知道，陛下会不安。望娘娘三思啊！没想到容才人不仅关心陛下的身体，还比姑母您更关心表哥呢。方才若不是太医来报，我们都不知表哥昏厥，您都不知道过来瞧一下。娘娘，你快去瞧瞧三皇子吧，妾就在这跪着，等娘娘发落。
太医，要是挺不过来，那就皆大欢喜。从儿怎么样了？高烧不退，臣用过药了，眼下等着就是了。只是殿下受了凉，又受了伤，身体亏损的厉害，臣也不敢打包票。哎，对了，臣想起之前誉王府中有一株非常难得的七星叶，若能拿到，臣可保殿下无虞。他也配用七星叶？凤仪，娘娘，你拿着我的令牌去誉王府，誉王宅心仁厚，定会出手相助的。他宅心仁厚，当年逼宫，朱雀门失守堆城山，萧昭言简直是杀神明示。柔锦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跟凤仪姑姑一起去吧。也好，毕竟是求人家办事，本宫不方便出宫，你就带我前去，也显得有诚意些。容才人，萧从，很快就要不行了。难怪我的人找不到，原来你自己逃出来了。那时的我根本不懂他的意思，只能战战兢兢的求助，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求王爷救我一命。你可想好了，进了王府便再没有叶姑娘，而本王现在麻烦缠身，弄不好你会被我拖累的万劫不复。你若愿意，我可以派人把你送回陇西，回到你父兄旧部身边。叶小将军虽死，陇西乱作一团，可不乏有忠心人士可以收留。那时的我被荣禅和东宫那些人折磨得生不如死，根本没有勇气再远赴陇西。我愿意，以后生死都留在王爷身边。叶留锦，这一次是你自己做的选择。姑娘，可是身体不舒服？我没事。方才已经同门房说明事情的原委，他们已经去禀告王爷了。参见王爷，奴婢奉陈妃。不必多言，本王已知晓。叶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王爷，我们又见面。是啊，又见面。还请随本进府取药。还请王爷让奴婢陪着姑娘一起进去。怎么，陈妃这信不过本王？不敢。无碍，我同王爷一起进去，你在此处等我。劳烦王爷。请。萧从真的是自己跳进太阳府的？王爷信吗？我信。可陛下会信吗？萧从这个人虽然蠢了些，但他自视甚高，怎么看也不像个会自己跳太阳湖的。若陛下细查起来，必定会查到你身上。
那又如何？是吗？就算陛下不信，那又如何？谁会相信文韬武略的三皇子会被养在深宫中的姑娘踹进太液池？更何况，本来就是萧从逼我退亲在先。他逼你退亲？是。那你为何还踹他下水？我踹他是因……不，我没踹。王爷还是赶紧把药材给我吧。不急。所以，你不想嫁给萧从，对吧？王爷，此事自有公母做主。好。好是什么意思？是，我不想嫁给萧从，是因为他什么？他不是姑母的儿子。叶姑娘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混淆皇家血统，那可是死罪。纵然你叶家势力再大，也难全身而退。如今，只有确保萧从死，才是万全之策。七星叶用得好是救命，用不好是夺命。我会帮你的。前世哥哥死在上国公府，宫里的姑母自身难保，万难处境的我，在海棠园遇到了萧昭仪。那天，他站在海棠树下，脸色惨白，身形消瘦。你若愿意做我的王妃，我便去求陛下赐婚。我不愿意，我是萧从的未婚妻。那时我想也没想便拒绝，因为梁帝本就对他心存芥蒂，再沾上叶家的女儿，于他而言不是好事。后来我逃出京城的时候，听说他娶了沈燕妮，再后我被抓回京，荣婵一直在虐待我，直到再进王府，沈燕妮亲自来找我。没事就好，你能回来实在是太好了，还好有王爷在其中周旋，你能逃出来实在是太好了。那时的我才知道，原来我能逃出宫，都是因为萧昭仪。陛下他喜欢你，他一直都喜欢你一个人。那年，你若答应嫁给他，他便会以放弃皇位为代价去娶你。那时的萧昭言已经成功登基，可沈燕妮却因为突发疾病要死。我身子坏了不能生，他也从未宠幸过其他女人，甚至想将宗室的孩子过继给你。我要走了，他说过要带我去龙溪过自由的日子，下一世可千万不要再食言了。那个时候的我才恍惚记起，哥哥回京时似乎与姑母说过要去沈家提亲的。我会帮你的。你喜欢了我一辈子，为何不早点跟我说？你别哭了，只要萧从死了，便似乎对症。这本就不是姑母和叶家的图谋。姑母当年在查出身孕时，荣才人也被诊出了儿子，陛下将荣才人的儿子要给了姑母。姑母被蒙在鼓里这么多年，替别人养儿子。萧从是陛下的儿子，但不是姑母的儿子。陛下设了这么大一个圈套，无非就是为了我叶家20万的大军。我要怎么做才能帮你？萧昭仪，你为何帮我？姑娘，东西可是拿到了。我们回宫吧。柔水月，你身为从儿的庶母，陛下的后妃，深夜前去太和殿，孤男寡女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
陛下虽不负壮年，可才人这般如此明目张胆，着实是有些不妥呀。更何况三皇子爱慕的是年轻貌美的容婵，您虽然风韵犹存，可到底是年岁不小了。不是这样的，萧从是我的儿子，我怎么会？不是这样，那又是怎样？莫不是你有什么苦衷？本宫觉得今夜之事其中定有蹊跷。姑母，我曾听闻您当年和容才人一同有的深渊。是，不过当年容才人3个月便流产了。那姑母后来是多久见到他的？当时正值盛夏，陛下便挪他去了行宫将养，大概年关将近才回来。你问这事做什么？姑母，或许萧从不是你的儿子，他是容水月的儿子。你这孩子，莫不是生病了，竟胡言乱语？你应该直接告诉陈妃娘娘的。可我担心姑母她受不了。你低估了一个母亲，你只想到陈妃娘娘，不愿相信萧从不是她的孩子。可你没想过，一个母亲为如今不知所踪的孩子寻找真相，更何况你们叶家的人内敛却不懦弱。姑母，您仔细想想，容水月这么多年的一举一动，难道真的没有可疑之处吗？他今日的种种行为如此反常，若非萧从是他的儿子，他怎会如此？这又如何解释得清楚？难道你真的相信他是与萧从纠缠不清？容婵是他的亲侄，萧从娶容婵于容家而言是莫大的荣誉，可他却百般阻挠，这其中究竟为何？姑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萧从是容水月的孩子，那我怀胎10月的孩子在哪儿？本宫生产那日，陛下也在，是谁敢这么大胆偷梁换柱？或许正是陛下。姑母，你还记得我曾与画师学画多年，在学画之初时，师父告诉我，人的骨骼与面相多与父母相似。在学成归来时，我便发现萧从的面相与姑母截然不同，可却与那容水月如出一辙。我当时只做是那师父胡言乱语，可如今容水月的种种过于反常，我便想通了这其中的关键。姑母，不管你信与不信，我都要同您说，就算你我之间变的身份，我也不在乎。傻孩子，你是本宫的亲侄女，你和本宫流着同样的血，你说的话，本宫怎会不信？其实这些年，容水月的确3番5次找各种理由来关雎宫，一坐就是大半日，还明里暗里的询问从儿的事。我本以为他是失了孩子，所以才会对从儿格外关心，没想到姑母，姑母，你放心，本宫可是叶家的女儿，我定要弄清萧伦和容水月究竟要干什么。叶姑娘，
我家才人稍微清闲，怕是不能。我是来找容婵的，奴婢这就带您过去。奴婢斗胆问一句，昨夜才人可是冲中了陈妃娘娘？这个绿人果然知道些什么。没有，昨夜陈妃娘娘担心三皇子身体，在宫中无意中撞到容才人到处晃荡，便把怒火牵制给他，训斥了几句。谁知才人怒火冲心，吐了血。这不，姑母心中实属过意不去，特意让我前来问才人宫里是否缺些什么，尽管说就好。姑娘请。刘姐妹妹，你怎么来我这儿了？昨日在关雎宫出手拦你，实属无奈，手上力道重了些，来看看你有没有被我伤的。昨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其实是实在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的。你是来问我和三皇子的事吗？你与萧从之间，果真如他说的这般？我没有。好，我信你。我今日过来，就是想问清楚你的心思。若你真的与萧从郎情妾意，我也就成全了你。姑母和陛下那边由我去说，左右我与萧从只是次婚，并无真感情。可惜你说没有，那便算了。唉，枉我做了一番好人。不过到底是因为你起了这门官司，姑母心中还是有些不爽利。我就不瞒你了，姑母有意为你说门亲事，等你回家待嫁时，萧从也便没了那门心思。只是可惜了，你父亲官位小，我纵然有心，也不能让姑母为你许配世家贵族。但与你门当户对的，倒也不难。我的婚事自有父母做主，还有姑母，就不劳陈妃娘娘了。容姐姐，姑母执掌凤印，她为你赐婚，那是天大的福气。纵使是陛下来了，也不能反驳。其实我也不想与容姐姐分离，你我之间相伴3年之久，如今却因为萧从几句话，闹得你我姐妹分离，实在可惜。再者，容姐姐你才貌双全，蕙质兰心，外面的那些无名之辈着实配不上你。刘姐妹妹，其实我倒是有个主意。刘姐妹妹有办法。哎，不行，我也真是糊涂了。这个办法虽然能让姐姐留在宫里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可着实是误了姐姐终身，终究不是个上策。妹妹，其实你有所不知，姑母昨天就想送我出宫了，现在陈妃娘娘也……妹妹，三姐姐求求你了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好与不好，不是还要我自己做决定吗？那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做不了皇子妃，可以做帝王妾。怎么可以？你看，我就说不行吧，姐姐全当我没说过。容才人也真是的，怎么不知道帮姐姐说个2句？姐姐，我今日便先回去了，宫里那边我帮你说和，你也倒不着急出宫。左右我们还有一处可以说话。做不了皇子妃，可以做帝王妾。姑母，你去哪儿了？去飞霜殿了。姑母，
您在想什么？你可知，萧伦在尚未登基，还在前邸时，容水月有孕，是被太后的一碗药给落了胎。听说过一些。我在想，以萧伦对容水月的感情，或许正是这一胎，他才想让我替那个贱人养儿子。当时我生产之时尚未足月，是在御花园中被一只猫惊了。太后外出祈福，凤仪也偶感风寒，病得下不了榻。而陛下对我这一胎格外看重，一应接生嬷嬷和产房适应的人，都是他亲自挑选的。现在想来，您早产或许是因为容才人已经生了，他们等不及了，再趁着太后出宫，他们想办法支开了凤仪姑姑，让您孤立无援，任人摆布。好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生产昏迷之前，我就听到有个宫人说是个公主，可我醒来却是位皇子。我还以为是自己体力不支生了幻觉，没想到。姑母，我在想，如果陛下只是为了保全容才人这一胎，那陛下又为何如此谋算？你是说，陛下的目的是叶家？是了，将来的皇位是要传给誉王的。若萧从成了我的儿子，那叶家的20万兵马就是他争夺皇位的最大筹码。若到时候败了，那便是我叶家煽动皇子意图不轨；若是赢了，那朝廷那些站在誉王身后的官员就会与叶家势不两立。陛下的谋算不止于此。陛下怕是对我叶家早有忌惮，只怕从心里早就想除掉哥哥。只是父亲留在军中的将领忠贞不二，长姐又有能力护得哥哥周全，在陇西他们无法对哥哥下手。长姐与哥哥回京述职时也是十分谨慎，从吃食到出行都严格把控，只有对我们毫无戒备之心。正因如此，前世哥哥才会遭受了萧从的暗算。若是他们敢对刘征不利，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拉上他们垫背。可那时你也自身难保。姑母觉得，若是把容婵送上陛下的龙床如何？什么？陛下少时爱慕之人是容才人这件事情已然不是个秘密，但少时鲜活的爱又怎么能挡住匆匆岁月？姑母，陛下近这些年去飞霜殿的次数没有以前多了吧？容婵与容才人有很多相似之处，若是容婵爬上了陛下的龙床，您觉得容才人会作何感想？这倒是一个好主意，只是暂时苦了姑母。你放心，我还没有找到我女儿，若是冲动行事，也会给叶家带来不利。我不会再让那对狗男女得逞。姑母，来日方长，我们总有复仇的那一天。这一世，我会守护好所有亲人。正好，方才来报，说是叶婷已经挑好了你要的人，给送过来了。见过陈妃娘娘，见过叶姑娘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奴婢萧云，奴婢烟水。他送的人果然没错，都是因为你，三皇子才想要退婚。我已经吩咐下人给你收拾行李了，
明日一早你便离宫回岭南，你母亲会给你寻个好人家，回去好好玩混。姑母，我不要回岭南，我回去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怎么，还想着攀高枝呢？你也别怪我心狠，这几日的鸡飞狗跳，可都是你惹出来的官司。这些年，多谢姑母的教导，婵儿会铭记在心。你能知恩图报，也算我没白费功夫。蓉姐姐，晚膳时刻快到了，你这会儿唤我，所谓何事啊？刘姐妹妹，你可得帮帮我呀！我不想回岭南，我姑母她都把行李收拾好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荣才人怎能这般着急？要不然我陪你去太和殿找找三皇子，看他有什么办法。我姑母不要让我跟他接触。那还真是怪了。你若能与三皇子成婚，那是顶顶好的事，荣才人怎能这般不同意？罢了，既然你不想出宫，那我让姑母助你。可我明天就要走了啊！那可怎么办才好？我想想办法。只是，可能让姐姐吃些苦头吧。没关系的，只要让我留下来，我吃点苦不算什么的。那好。对不起，蓉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受伤后，我便让姑母接你去观剧宫。你可千万记住，你脸上的伤是荣才人划的，至于你的腿，是你自己摔折的。你伤得很重，不宜出宫。你用的力道很准，多谢姑娘夸奖，这都是王爷的功劳。不过姑娘，你若是想留下他，打断腿就是了，为何要打脸？这是个秘密。那他会不会把真相说出去？这是我们干的。不会，他没得选择。我的好姐姐，这次就让你来尝尝被人玩弄于股掌的滋味吧。快坐下吃饭吧。多吃点儿。娘娘，荣才人宫里的荣姑娘刚刚在海棠园把腿摔坏了。既然如此，去禀告荣才人就是了。海棠园的杂役发现荣姑娘时，她脸上尽是鲜血，拼着一口气说求宫人带她去找叶姑娘。奴才不敢擅自做主，一边去禀了荣才人，一边求娘娘拿个主意。你把人带回来，再去请明太医。荣才人要是来问的话，一起带入观剧宫。按叶姑娘说的做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脸是我打的，腿也是我打的。荣才人要送他回岭南，他着急了，来找我。正好，我把计划提前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倒是要看看萧从那个孽障，若是知道荣婵成了他父皇的嫔妃，会是何反应？珍妃娘娘，求你救救臣女！哎呀，荣姐姐，是谁敢这么动？你弄疼我了。对不起啊，荣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以为你把自己搞成这样，就可以不用回岭南了吗？我告诉你，
别说你断了腿，就算你就剩一口气，天亮你必须走。放肆！在本宫的关雎宫里，何时轮到你大呼小叫了？妾也是气容禅使用这种下作的手段，才失了仪态。哼，妾这就带他回去，好生管教。敢问才人，容姐姐到底是犯了何等样的错误，非让你一定要把她赶出宫去呢？他这个孽障，不知廉耻，蓄意勾引三皇子，险些害了叶姑娘的姻缘。当着陛下的面，容姐姐已经解释清楚了，她与表哥并无关系，是萧从对她一厢情愿，怎么能将过错怪在容姐姐身上啊？叶姑娘，她始终是个祸害，假以时日，你到底是关心刘瑾的亲事，还是另有图谋？妾自然是为叶姑娘好。哼，你不关心自己的侄女，反倒关心别人的侄女。容氏，本宫怎么不知道你竟然这般的大公无私？本宫也不是不讲理之人。容婵进宫这几年，与刘瑾相处甚好，本宫瞧着她也是个懂事的。从而现在又一心想求娶她，本宫会亲自去求陛下，成全了他们。妃娘娘，臣女虽然比不上刘瑾妹妹一样的出身，但臣女绝对也不是姑母口中的不耻之辈。从儿的事自有本宫和陛下操心，你在这添什么乱？至于容姑娘，就暂留关雎宫，给刘瑾做个伴吧。待日后你再来接她吧。妾告退。容姐姐，你看，姑母在为你说话，你放心吧，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。婵妃肯定是知道些什么，不然她怎么这么折磨妾玉从儿？哼，他若真知道些什么，以他的性格和手段，你早就死了。朕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就当从儿死了。他是陈妃的儿子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啊？往日你有意无意往关雎殿凑，朕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如今你竟敢深夜往太和殿走，你让陈妃作何想？妾也是担心从儿，他的伤势那么重，婵妃对他不管不顾。住嘴！他是陈妃的儿子，哪轮得到你来关心？再说了，陈妃她能去誉王府拿7星液来给从儿调理身体，叶家能提供20万兵马做支撑，助他与萧兆衍抗衡。你呢？你能给自己的儿子什么？陛下，今日朝堂之上，御史台参了从儿一本，说他草菅人命，残害宫人，要贬了他的职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，陛下？水月，朕一直觉得亏欠于你，当年才想出这个法子。朕无法给你皇后之位，可朕可以把我们的孩子推上这皇位。这些年你一直做得不错，朕都看在眼里，甚是满意。可如今眼看大计将成，你万万不可争一时之气，从而坏了我们的大事。朕总得给后宫一个交代。从今日起，你便禁足飞霜殿，无诏不得出。陛下！刘瑾妹妹，你看我这脸怎么还不好？你别急，太医说了，慢慢养会好的。左右容才人也不会将你赶出宫去。
宫里什么都有，会好的。对了，我来是来告诉你，明日太后回宫，你记得戴个面纱，免得冲撞她。太后娘娘向来不喜欢我，更何况我身上有伤，不如我就不去了吧。不可，太后祈福回宫，是连陛下都要出宫迎接的。你如今住在关雎宫，如果你不去的话，太后怕是会责怪你。放心，明日我在，不会让你不自在的。来，我帮你把药膏上上。走吧。这荣姑娘不愧是荣才人的亲侄女，往这一站，跟荣才人年轻时有7、8分相似呢。你若是很闲，便去抄10卷《金刚经》，大年初1好供奉在慈芳寺。顺昭仪的家世不如姑母，可她比姑母先生下皇子，所以对姑母一直不服气。不过前世的这个时候，他的儿子二皇子萧郎领了刑部的差事，颇得陛下看重，因此他才肯跟姑母叫嚣。过完中秋便临近年关，陛下说让妾辅佐娘娘准备过年事宜，妾恐怕不得闲。陛下金口玉言，娘娘总不能越过陛下吧？陛下这半年都没去过顺昭仪那儿了，妾倒是不知陛下何时下了旨意，让你协助六宫的，莫非是梦里吧？安静些，别让宫人们看了笑话。克平娘家姓陈，父亲是个8品校尉，家中只他一个女儿，后来送到了宫母跟前，进宫没多久就生了4皇子萧景。他性子直爽豪迈，平日里除了姑母，谁都得不到他的好脸色。偏梁帝又爱他身上那股劲儿，虽位分比不上顺昭仪，可恩宠比他多多了。陛下驾到！鱼儿上钩了。陛下，他脸上有伤，不能见光，还请陛下见谅。哎，无妨啊。太后回宫。父皇，儿臣好想你啊！没规矩。儿臣恭迎母后回宫，母后一路辛苦了。有雅儿亲自去接本宫，哀家不觉得辛苦。啊哈，是儿臣不孝，没能亲自前往迎接母后，还望母后恕罪呀。你是大梁帝君，政务缠身，只要勤政爱民，本宫甚是欣喜，怎会责怪你？皇上可是瘦了？是身边伺候的人不用心吗？近来河北正遭受雪灾，儿臣夜不能寐，
甚是有心。皇上要保重身体呀。如今眼儿也长大了，能为你分担。皇上要保重身体呀。如今眼儿也长大了，能为你分担了。儿臣谨记。都免礼吧。母后，请。宸妃娘娘，我与刘瑾妹妹有几句话要说。公母，我和公主说几句话，无事的。沈姐姐也在。听说你前几日被退婚了。你人在宫外，这消息倒是挺灵通的。表面上陪着太后诵经礼佛，这心没静下来半点，也不怕佛祖怪罪你。几日不见，你居然也变得牙尖嘴利了。公主，皇城门下，难道你想动手吗？除非你让他给我跪下磕头认错，我便放过他。沈姐姐，咱不用理他，他疯了。咱们走吧。你说谁疯了？萧规是嫡公主，深受宠爱，从小便拿着鞭子在宫里横行霸道，没少欺压宫女。可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叶流景。我说，你疯了。我说，你疯了。刘瑾，贱人，等你破了相，父皇、皇祖母，宫里所有人都会讨厌你。小贱蹄子，居然敢躲！萧规，你就这么喜欢抽鞭子？今日我便让你尝尝被抽鞭子是什么滋味。你说谁小贱蹄子呢？说你是，你姐姐是，你姑母是，你全家都是，你才是！住手！都住手！公主，刘瑾犯错，自有陛下和宸妃责罚，你不能私自动手啊！沈夜，你放开本公主，不然本公主今天连你也一起杀了！来人，快把他弄开！谁也不许过来！本公主今天一定要杀了这个小娼妇！沈大要看看公主是不是要杀了我！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？母后，您看他们……你们谁先动的手啊？皇祖母是叶流瑾。燕妮，你先说。你也动手了？沈姑娘最是生性稳重，京城谁不知道？太后莫要错怪了她。是啊是啊，沈姑娘是太后亲自教养大的，自然和别人不同。最近哀家听说郎二断了一桩冤枉案，想必是跟你这个母亲没有交好是有缘故的吧？妾不是这个意思。说是谁先动的手？是公主先动的手。你胡说！我的鞭子根本就没有抽到他。那也就是说，的确是你先动的手了。皇祖母，明明是叶流瑾。郑嬷嬷，去教教他该如何回话。太后问话，你只需回答是或者不是。是。说。是不是你先动的手？皇祖母，是他自己撞上来。是。太后是一个对孙辈并不算亲厚的祖母，除了萧昭仪，
他把所有的关心和疼爱都给了他一人，就连在他身边长大的沈燕妮也略逊一筹，更别提向来不怎么亲近的萧规了。你为何要动手？他们说我疯了。他为何要骂你？燕妮，你说。回太后，是公主嘲讽叶姑娘被三皇子退婚了。这件事哀家也听说了，听说是荣氏的侄女。哼，荣家的女人个个是好手段的，这萧家的男人都逃不出她的手心。站出来，让哀家瞧瞧。放肆！太后跟前如此肆意！生病就回家养着去吧。启禀太后，荣姐姐和三皇子的事情是一桩误会，那日已经当着陛下和姑母的面说清楚了。太后莫错怪荣姐姐。你自己都自身难保呢，还替别人说话。臣女只是实话实说。今日之事你也有错，虽然是龟儿说话不好听，可是那也会有哀家跟陛下来责罚。你一个臣女如此放肆，你可知错？臣女知错。过几日你便出宫吧，单国公府才是你正经的家。前几日你祖母求到了哀家的跟前，说是她年龄大了，希望能接你出宫承欢膝下。本宫准了。这个小贱人，出了宫就任由我欺负，我一定要打烂她的脸。臣女谨遵太后懿旨。原本我就不如他们三个，太后不喜欢我也没什么。荣姑娘，快别多想了。你看方才最后太后不也罚了公主抄书吗？况且你如今住在关雎宫，自然有陈妃娘娘为你说话，日子久了，太后自然也会喜欢你的。还好叶流锦也被罚出宫了，总算不是我一个人丢脸。去看看，刚才是不是出了什么情况？是。妍儿若是累了，今日便在宫里休息吧。孙儿领命。叶姑娘昨日与公主大打出手，皇后动了怒，让叶姑娘择日出宫去。出宫，好。誉王兄是为何事啊？笑得如此开怀。今日被皇祖母留在宫中，想起了一些儿时趣事。怎么，你想听听吗？哼，
倒也不用，皇祖母一心只疼爱誉王兄一人，就连建章宫的门都只为誉王兄一人开。我们这些兄弟哪有这福分呢？从儿，你太学的先生就是教你这般和兄长说话的。前儿你病了，还是你誉王兄拿的药，你今日可有和他道谢？原来母妃知道儿臣生了病，儿臣以为自己死了，母妃都不会来看一眼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你身体尚未好，怎可贪杯？来人，扶三皇子回去。姑母，莫气坏了身子。殿下还是少说两句吧，莫气坏了姑母的身子。对，还有你，叶流锦，别以为你姓叶的就了不起了。你们叶家再势大，也是臣子，对我不敬，那就是以下犯上。别以为你装模作样，哄得母妃晕头转向，你就可以为非作歹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吃你这一套！你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！哼，放肆！是谁叫你敢在朕的面前大喊大叫的？来人！把这个孽障给我拖下去，重则20大板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许踏出太和殿半步。皇叔，三皇子年纪尚小，加上日前赌气跳了太液池，伤了身子，臣以为小惩大戒为好。况且朝廷琐事繁忙，眼下还是用人之际。我不用你假好心为我求情。三弟，誉王兄一片好心，你怎么？你又安的什么好心？毛哭耗子假慈悲！父皇，把这个逆子给我拖下去，重重的打！陛下，看在臣妾的份上，这20板子就算了吧。这孩子从小体弱，他刚才生了病，这20板子下去会要了他的命啊！倘若你真的要打，就打臣妾吧，别当臣妾的从儿了。母妃，儿子错了，儿子错了，儿子错了。表哥，我知你恨我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但你万般不可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伤了姑母的心。姑母不去太和殿看你，她只怕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惹得你情绪激动，气坏了身子。可她在关雎宫也是夜夜不能眠，还时常让凤仪姑姑过去看你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母妃，天下哪有当母亲的不心疼自己儿子的？罢了罢了，把这个孽障给我拖下去禁足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许踏出宫门半步。好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哦，散了吧。沈姐姐，今日之事连累你了，真是抱歉。哪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？何况我早就想揍他了。我看时辰也不早了，沈姐姐可是要回建章宫去，我同你一起。本王也要去建章宫，一起吧。妹妹的意思呢？若是不愿，我们尽管不理她。你先回去同姑母说一声，我陪沈姐姐去建章宫去了。如果陛下在的话，你无需禀告。哦，对了，今日出门前，我曾沏了一壶茶，让萧云给我收仔细些。是。什么样的茶值得你这样退着？前儿宫外府上送过来的，
说是南边来的，叫九曲红梅，改名儿也给沈姐姐送去。沈姐姐这是怎么了？看着心事重重的。祖父的60大寿要到了，母亲说正好借这个机会让我回府上学一下管事。再者，哥哥的年岁也不小了，母亲在为他相看婚事，也想着等我回府后下帖子叫京城的姐妹们过来聚一聚，这是好事儿啊。哦，姐姐是担心太后不放你出宫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关雎宫的陈妃娘娘差人传信说陛下宠幸了荣才人的侄女荣姑娘，这会儿陛下正对陈妃娘娘动怒，求太后前去主持大局。什么？终于来了。你是如何管理6宫的？朕在你宫里沐浴，怎么会有外人能够进了你的寝殿？臣妾哪里知道，他竟然生出这样肮脏的心思。今日太后回宫，合宫欢喜，宫人们放松警惕也是人之常情的。说起来，陛下您也有错，连臣妾都能认错。你反倒怪起朕来了，朕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故意安排的人，让他来勾引朕的？陛下冲臣妾发这样大的火是做什么？今日在宫门外，您看荣婵的眼神，臣妾可都瞧见了。他那个眼睛，十足是就是年轻时候的荣水月。陛下敢说您没有半分心动吗？陛下要觉得是臣妾故意为之，那臣妾就认了。我就先恭喜陛下抱得美人归了。闭嘴！如今事情已经这样，陛下还是好好想想如何处理吧。你想让他为妃也不是不行，就说宠幸了臣妾宫里的宫人就是了。所幸他的容貌受损，1年半载不出门，也不会造成什么大案。只是从儿呢，陛下要想想该如何交代了。今日他如何对臣妾的，你也看见了。没准他还觉得是臣妾故意要拆散他们，把荣婵往您身边送的。臣妾可不想让他觉得我这个亲娘是他的仇人。放肆！朕贵为天子，也是他老子，何来需要向他交代？荣婵不能入宫，派个人把他送去掖庭，处置了吧。陛下，您就这么轻而易举夺了荣婵的性命，是不是有些过于草率了？皇上说的对，处置了吧。姑母，刘姐，姑母，刘姐，陛下要有错，一切都是民女的错，是民女引狼入室，与姑母无关呀，陛下。来人，把叶姑娘带下去。嬷嬷，刘姐，刘姐。烟水呢？烟水还没回来。奴婢按照姑娘的吩咐带了荣婵回来，接到您的暗示后，便将那加了东西的茶水给她喝下。她呀，很快就昏迷了。趁着夜色，奴婢偷偷将她背到娘娘的床榻上。陛下来时饮了鹿血酒，又有内殿熏香的作用，这事儿便成了。干得不错。奴婢先前打听过，陈妃娘娘伺候陛下时，向来不让宫人在的。她沐浴更衣的功夫，陛下已经迫不及待。你们王爷还真是的，教你们的都挺多啊。就算梁帝觉得此事是姑母所为，
但看在姑母一心为了萧从的份儿，他也不会真的把姑母怎样。毕竟叶家的分量可比荣家重多了。烟水，你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。荣晨，为你搭建的舞台已经准备好了。是宝石。姓荣的，你给本公主收起你那副柔弱可怜的嘴来！你荣家给本公主当看门狗都不够格，竟然还妄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！本公主的弟弟们哪一个是你能肖想的？再有下一次被本公主发现，宝氏的这些贱婢就是你的下场！宫里3人，唯有你最下贱。叶流锦虽蠢，可他心思端正。沈燕妮是个没脾气的柿子，而你是个淬了毒的美人花。刘姐妹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荣晨，你勾引陛下，如今太后要将你处死，你怎就这般着急？我们不是说好从长计议？现如今，你不仅要丢了性命，还连累了姑母。什么勾引？什么处死？我不知道啊！是有人要害我！是他，是这个贱婢给我下药了！刘姐妹妹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什么也没做，求求你，去跟太后求求情。也不知道这个贱婢是谁指使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就是我呀！是你！我们不是一向交好吗？不是你说舍不得我出宫才让我留下来的吗？我本来都打算把三皇子让给你了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交好便是你明知我与萧从有婚约在身，你却用尽百般手段勾引他。因为你姓叶呀，你的婚约就算没了，陈飞和叶家还会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，而我呢，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小官，我只有抓住三皇子，我才能起来啊！你不是也一向和我交好吗？你把他让给我又怎么了？你当真以为就一个萧从，值得我这般费尽心思来设计你？那又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这么多年，你做的桩桩坏事，你当真以为没有人知道吗？送给我的各色点心，里面加了什么，从哪儿来的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到了我与萧从成亲的年纪，你送的那些不孕的糕点，早就毁了我的身子。你怎么知道？前世我的身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残害的。我知道的事情远比你以为的多得多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明明做的那么隐秘，就连太医都不一定能查验得出来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等杀你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，一直等到萧从来找我退亲，那时我才知道我的机会终于来了。
那时候的你，是不是以为我会为了掩匿，心存愧疚，满心委屈，只敢偷偷去与姑母说？你是不是还在期待着陛下和荣才人能为你赐婚？荣姐姐，你可知荣才人才是那个最想让我与萧从成亲之人？我当时可真是怕极了，我怕荣才人真的会一怒之下把你送出宫去，岭南天高皇帝远的。到那时，我想杀你，可就没这么简单。不过你可真不让我失望，我只是略施小计，你便真的上当。姑娘，小心脏了你的手。我知道。这2颗药是王爷给的，一颗能让他脉搏全无，一颗能护住他的心脉。只是可惜了，这么好的药用在这种人身上。太后不是派了李公公来处置他吗？你把他叫进来。是。荣姐姐，你糊涂呀！早知今日，你何必要犯下如此大的罪过？太后就算要赐死你，那你怎么也不能拿你的头去撞墙呀？姑娘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荣姑娘她已经没气儿了。哎呀，这太后赐下的毒酒还没喝，人就死了，这酒灌还是不灌？不行，得灌，万一人没死透，岂不是成了我的错？我的错呀！来人呐，把毒酒给罪人荣氏喝下。李公公，荣姐姐已然断气，你还要这般折磨她的尸首吗？我知你为难，可荣姐姐再怎么说也是荣才人的侄女，一点体面都不留吗？你若实在放心不下，找个验人的嬷嬷便是。啊，叶姑娘言之有理，如此奴才便让人入殓了。多谢李公公。哎呦，奴才容不得您一句谢。姑娘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李公公，我先走了。叶姑娘，您慢走。姑娘，方才你为何要将酒倒在地上？此事必须要将李公公拖下水，免得日后留下祸害。姑娘放心，回头奴婢会让萧远把他挖出来。姑娘，大晚上的，我们来见张公干什么？姑娘，没事儿，我们走吧。啊？
我找季庄头。你是谁？你把这个交给季庄头，他便就知道了。好吧，你且稍等。敢问是二姑娘让你来的吗？二姑娘说季庄头是个值得信赖的人，特意让我送来一件东西，寄存在你这里。什么东西？庄头，请随我来。姑娘，你怎么带了个人来啊？姑娘交代了，此人身份特殊，庄头需寻一位可靠的妇人，假装是你们二人救了他，并且要将他许给人家做媳妇儿，其余的一概不用多说。那再过2日，姑娘便要从宫里出来，回上国公府了。其余的到时候听姑娘的安排即可。二姑娘要出宫了，哎，万万不可呀！上国公府不是个好地方，那龙潭虎穴是安放之地，这岂不是害了姑娘啊？这不行，我要给大姑娘写信，让她把二姑娘接到龙溪也强一些呀。季庄头，姑娘还有句话让我捎给你，她说她心里有数，你安心便好。敢问姑娘如何称呼？庄头叫我萧云便好。萧云姑娘，赶紧来坐一坐，歇息一二。不了，我还要去趟上国公府。今日陈妃娘娘差人去国公府给姑娘鲜香看院子，我去帮姑娘长长眼。如此，那我就不多留姑娘了，还请姑娘回去转告我们二姑娘，请她放心，我和夫人定会处理好此事。老夫人，您是不是这2天听说宫里要来人了，你心绪不宁啊？我呀，又不是原配，你说我这能安心吗？这以前夜间活着的时候啊，我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，他这表面的功夫还是做得不错的。这平日里呀，这大把大把的银子给送，这逢年过节的礼呀，这半分也不少。这府内啊，富贵迎天。可自打他死了，这越发的不像话了。这大房是那叶流征继承，可实际上管事的呢是他家那大丫头。她自幼便不怎么回京，与府里关系也淡。哎呀，除了她那个妹子呀，她谁都不管，更别提我这个后祖母了。哎呀，这几天不是说二姑娘要回来了吗？这宫里的陈妃娘娘把这二姑娘看得跟眼珠子似的，何况她这趟回来，难道说能让她空手回来吗？哎呦，你说的我好像贪图她那些东西一样。我是她祖母，她是我孙女，我能不盼着她好吗？我让她回来，不就是想让大家以后能住在一起吗？哎，怕只怕呀，我不是她亲祖母，这孩子呀不与我亲近。哎呦，这二姑娘不就是10几岁的小姑娘吗？您把她留在身边，多教教她的规矩和礼数，时间长了，你还怕她和你不亲？这呀，大姑娘呀，陛下已经赐婚了，来年呀就要回京备嫁呀。她自小在军中长大，这些礼数规矩不都要您多指点指点吗？老奴看呀，这小将军呀，马上要回京，要继承爵位了。你不是说陇西没有人吗？你不能在这小将军身边的下人下下功夫啊！对呀，要是这大丫头不随他去陇西，那他身边这些庶务总需要有人打理吧？不是听老夫人常说，你娘家的长房的嫡长姑娘白大姑娘，不是聪明伶俐、蕙质兰心吗？你不如呀，把她叫回来看看你。哎呀，对呀，我现在就去给白家去信，等过了正月呀，你就去接昭雪，去府上住上她几日。娘娘，三皇子差人来说，他身子不好，想见娘娘。姑母，罢了，过去看看吧。正好荣婵的事，也该让他都知道的好。好，我陪姑母您一起去。
母妃，你快去和父皇求个情吧，儿臣知道错了，你快让他解了我的禁足吧。你在大宴上对姑母口不择言，姑母被你气得一连病了几日。现如今你见了姑母，不知过问她的身体，反而为自己谋利。萧从，在你的心里，你可曾把姑母当做母妃半宫？母妃，儿子知道错了，儿子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看在儿子也是受罚的份上，原谅儿子一次可好？母妃以后说的话，儿子都听，儿子都听。你当真什么都听母妃的？真的。那你可愿忘记容婵，不再提她？儿子愿意。你为了他，不惜与我退亲，还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。怎么，现如今怎就愿意？莫不是之前都是诓骗？表妹，之前他不是也说了吗？之前都是他欺骗我，我现在幡然醒悟了，自然知道谁才是值得我共度一生的人。母妃，您就宽恕这段时间儿子的荒唐吧，你就当儿子鬼迷心窍了，鬼迷心窍了。起来吧，你是母妃的儿子，母妃还会害你不成？你不喜欢刘瑾，母妃难道还能强行让你们在一起成为怨偶吗？就算母妃不心疼你，也不舍得刘瑾受委屈。你们的亲事，母妃会向你父亲说情的。只是事情闹到如此地步，容才人那个胆小怕事，怕我将此事迁怒于他，竟然百般折辱容婵，还要将他送回岭南去。什么？容才人欺凌容婵？怎么会？他平时看起来那么温柔。表哥，你有所不知，太后回宫那日，容姐姐白纱遮面，便是因为被容才人所伤。容姐姐因为惧怕容才人，不小心在海棠园折了腿。姑母本是一番好意，接容姐姐来关雎宫暂住，可是什么？好了，从儿，好好休息。母妃去向你父皇求情，马上就中秋节了，想必你父皇也会提前解了你的禁足的。母妃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以后不要再提容婵了。表哥，容才人要将容婵送回岭南，还为她许配了一门亲事。容姐姐不愿离宫，趁陛下醉酒时……好了，过去的事莫要再提。姑母，你因为此事被陛下迁怒斥责，可这一切明明都是容才人的错。若不是容才人不放过容婵，此事怎会变成如此？母妃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她竟然成了父皇的女人？那是因为她容貌受损，陛下已经派人将她送去报氏处置了。表哥，容婵死了。死了？你记住，这一切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从这里出去后，不要再提和容婵有关的任何事，也不要去见容才人，更不要去见你的父皇。从儿，母妃希望你记住，你是大梁的三皇子，是最有希望继承皇位的人，不能因为任何事出现差池，你可明白？你好好休息。我让凤仪去查，可那孩子丝毫踪迹都没有。你说那个孩子，他是不是已经不在了？这几日，我一直梦见一个声音喊我母亲。我知道那个是我的孩子，
可我看不见他的脸，也不知道他在哪。我现在恨不得立刻抓住萧伦和龙水月的衣领，问问他们到底把我的孩子藏哪儿了。可我知道我不能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知道孩子下落的，或许还有绿染。要不，我们抓绿染过来问问。在这宫里，能让一个人闭嘴的方法太多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要亲手杀了荣水月和萧伦，为我的骨肉分离报仇。公母，我知道你养育萧从多年是有感情的，你有依恋，有不舍。可若有一日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是不会站在我们这边的。所以，不要心软。我养的孩子我自己知道，放心，我不会心软。郑嬷嬷，臣女刚准备去拜别太后，您这是？太后口谕，娘娘口谕叶二姑娘此后出宫，在宫外不可轻狂，世家贵女言行举止须有度。臣女谨遵太后娘娘旨谕。这些是太后娘娘赏赐，你仔细收好。臣女谢过太后娘娘。大姑娘慢行，老身先回去复命。辛苦嬷嬷跑一趟了。姑娘，这是陛下身边的人吧？难不成也是来送礼的？给二姑娘请安，咱家奉了陛下的口谕，特来给姑娘送些东西。臣女多谢陛下。陛下还说了，等太后气消了，自然会接你回去，让你安心在国公府待着。劳烦公公跑一趟。哎呀，姑母，你来了。我听说陛下和太后都给你送来了东西。是啊，太后赏了一个珍珠头面，陛下赏了很多金银珠宝。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你常穿的衣服和日用的首饰，还有这里面是你出席一些重要场合会穿到的礼服和头面。啊，对，来，你屋子里的一应物件，姑母也都给你装好了。这次回去骤然换了地方，怕你一时难以入眠。还有这个，你快多吃些。这个糯米团子是你从小就爱吃的，我记着你小的时候总是和从儿抢着吃。这次回去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到，快多吃些。好吃。公母，我都知道了，我舍不得。姑母也舍不得你，你1岁就到了姑母身边，把你养得这么大。这次出宫，太后也不是诚心要责罚你，只是皇子们都大了，说你一直留在宫中，难免惹人非议。你回府了也别害怕，姑母每旬都会派人去看你。若是在府中待得乏了，就给邻家的姐妹们下帖子。邻家如今的老太太是你父亲和姑母的舅母，她为人最是公道和善了。原来在宫宴上你是见过的，他们家的姐妹们想来也是好相处的。娘娘，时辰不早了，姑娘该走了。长大了，
也该回家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姑娘别怕，奴婢会送您回去，等您安置好了再回来。姑母，我就先走了，您照顾好自己，我会回来看您的。姑娘别紧张，凤仪姑姑不是跟您一起来的吗？再说了，您是府里正经的长房嫡女，这本来就是你的家。上一世我是没有踏足过单国公府的，那是太后薨逝后，姑母突然遭难，我在叶家那些亲兵侍卫的保护下逃出京城，但是没多久又被抓回来，关到了鲍氏。姑娘啊，没事儿，我们进去吧。想必这位就是二姑娘吧？老夫人说了，让我们来接姑娘进府。哼，什么东西，也敢在姑娘面前你啊我啊的，还不快赶紧开了大门，让府里的下人们都来迎二姑娘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江妈妈可是在老夫人身边伺候的，你居然敢打她！你凤仪，这位妈妈，眼下正门未开，听您的意思是说让我从角门进府。姑娘有所不知，这正门往日是不开的，并不是故意要委屈了姑娘，只是这府里的惯例向来如此。惯例？这倒是我不知道，可别误会了嘛。凤仪，之前姑母在府上的时候，府上可有这规矩？哪里来的老刁奴在这里胡诌？从前娘娘掌家之时，可从没定下过如此荒唐的规矩。正门虽不常开，可如今府上正经姑娘归家，还敢打发她去走角门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假若娘娘亲临，是不是也要去走角门？再不开门，我们便抬了姑娘回家，去太后跟前评理。姑姑莫急，请姑娘稍等，老奴去问一下老夫人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去迎人吗？怎么弄成这种模样啊？老夫人，救命啊！二姑娘她不愿走角门，说要走正门，还说若是不开正门，她便回宫去了。她这是什么话？一个小娘子而已，一不是达官显贵，二不是皇亲国戚，三不是远来贵客，她凭什么走正门？罢了，二丫头年纪尚轻，不懂府里的规矩。你去外面迎一迎她吧，就说府里的长辈们呀，一大早已经在这儿候着了，让她也体恤体恤我这个老太婆一把老骨头。况且是太后让她归家的，岂能就再回去？是老夫人。姑娘，这老夫人也太过分了！堂堂长房的嫡女回府，竟被拦在门外不让进，这传出去不被人笑掉大牙呀！姑娘，要不然我们先回宫去，倘若娘娘问起来，我们实话实说便是了。不急，我要让白老夫人亲自来接我。好大的阵仗！二姑娘，这老夫人携两位夫人在府里等了你好久，你怎么不进府呀？哎呀，这凤仪姑娘，这好久不见了。七妈妈，老夫人想必是上了年纪，记不太清事了。
府里正经姑娘回家，竟然不开正门，怎么？这是把姑娘当打秋风的破了户？一个被太后责罚出宫的姑娘，能有多大的本事？二姑娘虽然说是府里的正规姑娘，可是我们这门往日是从来不开的。这府里的姑娘出去参加个宴会，礼个佛都要从角门出入，这不是折辱姑娘，一直就是这样。时间不早了，老夫人呀，大清早就起来在府里等你。你呢，随我去拜见拜见。哎呦，我原以为是祖母极为看重府中门第，才不肯开正门。可我方才看了这一圈，你能进，方才的妈妈能进，等改名我那获了罪的小姑母也能进，可偏偏就我进不了。这单国公府的门第再高，也是我父兄和姐姐一刀一枪拼出来的。说我进不了，那你们这些是不是该抓去砍了你们的腿啊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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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！哎呦，这里发生什么？这是在干嘛？这谁家的鬼？还是单国公府的事？是啊，叶小将军在前线杀敌，我们可不能让人如此羞辱他的门第。你是谁家的姑娘？还有没有贵人？诸位有所不知，我家姑娘正是叶小将军的妹妹叶家二姑娘。今日从宫里回府，没想到府上大门不开，拦着我家姑娘不让进。这刁奴更是对我家姑娘口出狂言，说她一个无父无母的姑娘，不配走大门，只能走下人走的角门。原来是叶小将军的妹妹啊，可怜啊，连家门都进不去，真的是有多大的仇恨啊！你不知道啊，这府上的老夫人不是他的亲祖母，是前头老太爷的继室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呀，是这样，就是一定是人叫这样下。是啊。重活一世，我不可能再被前世杀哥哥和姐姐的人拿捏。好祖母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哼！老夫人不好了，七妈妈被二姑娘打了，外面都闹开了，现在都说我们不让二姑娘进门，你快去看看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随我一起出去接人！母亲，可让下人都去迎。她个贱丫头凭什么？闭嘴！就按她说的去做。不能坏了我国公府的名声。哈哈哈，二丫头啊，都怪祖母没有弄清楚情况，让你受了委屈。过来，让祖母瞧瞧。原来是祖母没交代清楚啊，我还以为是您故意拦着不让我进。前后两位妈妈都说不让我走正门，那既然是两位妈妈擅作主张依孙女儿看，不如将两位妈妈都打发到庄子上去，免得日后坏了祖母您的名声。哎呀，二丫头，你先跟随祖母去府上坐坐，这事啊，咱们慢慢再商议。祖母您先请。哦，对了，方才这位妈妈对我动手动脚，以下犯上，先来人将她绑了去，日后等祖母得空了，您再发落。祖母，我们进去吧。祖母，凤姨姑姑带着人去替孙女儿收拾小院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只管问。二丫头，你还未进府中，就对我身边的妈妈发难，这便是你宫中学会的规矩吗？即便是他们犯了错，他们也是府上经年的老人儿，平日里也要给他们3分的体面，便是看在我的份上，也不应该如此的折辱他们，更何谈在门外沸沸扬扬，让外人笑话，玷污我叶家的门楣。你可知错？祖母，孙女儿今日被这2个刁奴拦在门外，知道的是他们擅自揣度祖母的意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便就是祖母的意思。我再不济，自小也是被养在宫中长大的，往日里
陛下和娘娘也都是疼爱我，如今这么多年未归家，回来了，还被2个奴才欺负。太后娘娘同我说，是祖母您求着她，想让我承欢膝下，所以我才回来。可眼下我瞧着，祖母好像骗了太后娘娘，根本就不想让我回来。如若是这样的话，祖母不如求个帖子，去求求太后娘娘，把我还回姑母那边，免得遭人厌烦。你在胡说什么？竟然还拿太后来压母亲！明明是你对公主不敬，才被太后赶出宫去。你在宫里惹是生非，现在还在府里横行霸道，简直令人发指！哼，刘姐，她说的可是真的？二婶婶，你的消息怎就这般灵通？这是宫中隐秘，太后娘娘说了，不得外传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让我想想啊。哦，对了，宫中的顺昭仪，算起来是二婶你的表姐呢。你又背着我和顺昭仪来往了？放肆！二婶婶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被太后娘娘赶出宫去的，但你可知，在我出宫时，太后娘娘还赏了一副铜面。如今我被这般欺凌，祖母不仅不为我做主，还说这都是我的过错。我在府中这么不受祖母待见，也不被二婶婶喜欢，那我便不在这儿碍了你们的眼。好在我娘当年陪嫁的时候还有庄子，明日我便去娘陪嫁的庄子上等哥哥姐姐来接我。那2个老奴才，祖母也不必处置。再怎么说，他们也是府里的老人了，我也只是一个多年未归家的姑娘，不好责怪他们。下次少抹点辣椒粉，呛死我了。姑娘，您方才真是好演技啊！姑娘，要不我们还是先回院里再说吧。走，回去。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可是被欺负了？没有，只是方才演了出戏罢了。时辰不早了，凤仪姑姑早些回去吧，姑母那边离不开你。可老夫人那边无碍，我自有办法应对她。还劳烦姑姑帮我向姑母报个平安。暖香死后，你们也该明白，什么事儿该说，什么事儿不该说，什么事儿该做，什么事儿不该做。我出宫时，姑母便把你们的卖身契都给了我，日后在这梵音院里好好当差，我自然有赏。但若有人卖主求荣，投机取巧，你们尽管来试试我的手段。好了，都去忙吧。记住，我不在院子里的时候，谁都不准进。先不着急收拾，我们今夜去庄子上住。真的吗？可是中秋节快到了，我以为您是吓唬老夫人呢。当然是真的，带你们去庄子上玩2天。姑娘，三夫人来了。请三婶婶进来。是。二姑娘用过饭了吗？府上乱糟糟的，怕怠慢了你，我特意来看看。辛苦三婶婶跑一趟，这本就是我自己的院子，何来怠慢之事？对了，祖母怎么样？这会儿子怕是还在生我的气吧？二姑娘还不知道呢，你出来后，老夫人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什么？这倒是我没想到。
我刚进府就惹得祖母生气，都是我的错。三婶婶，我现在就回去看看祖母。哎呦，我的二姑娘，老夫人那边不妨事，你且歇会儿吧。都怪我不好，我就说了，我就本应该住在那庄子里，免得惹得他们厌烦。姑娘说的哪里话？这府上是你正经的家，你住在这儿是理所应当。莫要再提去庄子上的话了。老夫人也是一时想差了，这马上中秋团圆了，你一个人去庄子上，如何能行？更何况啊，你三叔前几日来了信，说他不久便会从南边回来了，届时带你们姐妹去看花灯。我作为弟弟，连自己兄长和嫂子的牌位都不负不得吗？烂了心肝，没了良心，我管不着。他要是想阻拦我，便告到应天府去。上了公堂，也是我有理。三叔能赶得上过中秋？能的，说已经启程了，在10几日便到家了。三叔每次回来都会带来很多新鲜玩意儿，我到时候多拿了些，三婶可别舍不得。舍得舍得，你能来，我和你三叔不知道多高兴呢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你先休息吧。三婶请慢。烟水。是。这是我带给2位妹妹的礼物，本该今日就给的，但时机不凑巧，还劳烦三婶帮我带给2位妹妹，日后让2位妹妹多来府上玩。这三婶儿，日后我少不了要去找您讨茶喝，到时候有好东西您可别藏着。好好好。二嫂，母亲可好些了？好不好的，你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哼，这是什么？那是我送给三婶婶家2位姐姐的礼物。二婶婶，我听三婶婶说祖母病了，正说准备去瞧瞧呢。还敢去瞧老夫人？要不是你放肆无礼，她会被你气倒吗？我们叶二姑娘真是好大的架势，好威风的气派呀！张嘴就要处置季妈妈和江妈妈，那可是伺候了老夫人一辈子的人，也是你能喊打喊杀的吗？明日我便出去问问，这满京城的夫人姑娘们，哪家是你这样的规矩？哼，也难怪没爹没娘的，也难怪没爹没娘的。二嫂，这也不全是他的错。你的意思是老夫人的错了？都怪我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就同祖母说，这府里终究是容不下我了。哎呀，祖母，我对不起您。二婶说的对，我是丧门仙，我是不祥之人。我克死了父母，我还气晕了祖母，我是那满京城的笑话。我现在我就让烟水去宫禀明小太后，说明我无福承欢膝下。我现在就到外头去自生自灭。老夫人，您这是要逼死二姑娘啊！快给我拦住他！姑娘，您为何执意要去庄子上呀？府内有200亲兵，是我爹娘留给我的。可是亲兵统领兼管家叶福已投靠老夫人，我在府里很难施展身脚，也等不及哥哥姐姐回来收拾他。如今最快的方法就是让纪元回来，让这些亲兵为我所用。我上次见过这位纪庄头，是个可靠的人。
二姑娘，就算你和老夫人置气，也不该离家出走，这多幼稚！这荒山野岭的，要是碰到什么山贼劫匪，死于非命呢，那可就不太好。叶统领，我若没记错的话，你之前只是我父亲帐营中的一位护军，后因保护父亲不力，本该处死。可父亲饶你一命，还让你回军做个亲军统领，本以为这救命之恩能让你对他忠心耿耿，可惜啊，父亲终究还是看走了眼。呵，没想到这二姑娘久居宫中，竟然还知道这些事。不过，我还是劝你配合，快和我回去，和老夫人认罪。我们这几个粗人，若是动起手来，杀了个把丫头，弄伤了你，那可就怨不得我们了。怎么，叶统领是想杀了我不成？少废话，快和我回去，和老夫人磕头赔罪。我若说不呢？那可就别怪我们了。来人，把二姑娘先抓回府去，这两个丫鬟就地格杀无论。我看你们谁敢！你们都是父亲当年亲自挑选的亲兵，职责是保护叶家人，如今是想造反不成？竟然敢拿你们手中的剑指向叶家人吗？大人，老夫人只说把二姑娘带回去，何苦以死相逼呢？闭嘴！大人不可，这是将军的女儿，我们岂能真的动手？滚开！不然老子连你一起拿下！本王不过是出来散个心，就看到有人拿剑对着自家府上的姑娘。石凤，记得让御史台明日上朝好好问问，这叶小将军和叶大姑娘不在家，叶二姑娘回府当日就被百般欺凌，这就是叶落的治家之道吧？叶姑娘这是要去哪？这要去霞浦的路上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王爷。本王瞧着，叶姑娘好像得罪了什么人。要是叶姑娘不嫌弃，本王亲自送。正好，本王在那附近有个庄子。那就多谢王爷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想借王爷的宝剑一用。先帝请名师用寒铁打造此剑，其名神灭，纵然是神仙，也能一剑以断之。叶统能死在先帝打造的剑下，是你的福气。你要干什么？今日我叶流锦斗胆借先帝之剑来杀你，是因为你背叛了叶家，背叛了叶家的子孙。若有不服，阎王殿里随你喊冤。前世哥哥喝下毒酒后，正是叶福带人杀了府里为数不多的忠诚之士，又伪造书信骗哥哥的心腹进去，然后来个瓮中捉鳖，杀了个干净。哥哥，我终于为你的那些兄弟报仇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属下魏硕。亲兵营入营的誓言是什么？忠心护主，誓死不渝。魏硕，从今日起，我命你为亲兵营的统领，府里200亲兵皆由你来指挥。这是父亲常年佩戴在身上的玉佩，见此玉佩者，如见父亲。属下永远效忠于大将军。好，起来。将叶福的人头带回去给老夫人，另外派人盯紧二叔的一举一动，如有什么事情，等我回府再说。属下领命。多谢王爷。
本王觉得这把宝剑在你手上更有风采，美人配宝剑，甚好。眼下，本王就将这把宝剑赠予你，拿去杀害那些背叛你叶家的人吧。剑是把好剑，何况先帝赠予王爷，是希望王爷能用它去夺回属于你的东西。好。我要进宫，我要去太后跟前告那个忤逆不孝的孽种。老夫人，你且注意着身子，来日方长。你若是有个不好，我娘的冤屈谁能替她做主？我要去祠堂，我要去那个老太爷跟前哭去，哭我叶家竟出了如此的不孝子孙，简直犹如我叶家门庭。也不知道叶管家能不能拦着二姑娘。二姑娘要是真去了庄子上，回头娘娘派人来问，可如何是好？若是抓回来，免不了又一顿责罚。叶福可是带着我们家的亲兵去的，那丫头就算长了3头6臂，也能被抓回来。老夫人，去拦二姑娘的人回来了。那丫头呢？快带上来！没见着二姑娘，叶管家也还没回来。外面那位大人说他手上有遗物，是二姑娘让带给老夫人的。让她进来。把它给我打开！这是谁杀的？箭是誉王射的，头是二姑娘砍了。什么？誉王也在？誉王也在？快让厨房多熬些安神汤来。对，我去找厨房。为什么誉王为什么在？他还说了些什么？王爷还说明日要让御史台参二老爷。荒谬！快把这个阿杂物给我拿出去！你说这会不会连累了老二的仕途啊？母亲，为今之计，恐怕只有处置了2位妈妈，再派人到庄子上将二姑娘接回来。叶福索性已经死了，这其一推给2位妈妈，其二推给叶福。只要您与二姑娘和和睦睦的，不管是御史还是娘娘，那自然都不会为难我们。哼，齐妈妈跟了我半辈子的人。母亲，儿媳知道齐妈妈和江妈妈是陪了您大半辈子的人，此举确实不妥。可您与二姑娘举语，说到底这不过是后宅的事，但现在誉王牵扯了进来，这事儿就不简单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再好好想想。多谢王爷。那个，时间不早了，王爷不回去吗？本王亲自送你回来，连盏茶都不请我喝吗？二姑娘，季叔叔，你不必行此大礼。前世正是他带着叶家的隐卫助我逃出京城，可惜最后还是被荣禅派出的金无畏追上，死于逃亡的路上。逃出京城时，追兵不断，是季夫人在混乱中为我挡箭而死，尸体还被踏成一滩烂泥。哦，这2位是？这个是我的朋友，旁边那位是他侍卫。季叔叔，今日多亏了他救了我。哎呀，恩人呐！叨扰了。
我听说你要回来，没想到这么快。哎，我听他们说，姑娘你才刚从宫里出来呀？那府里尽是豺狼虎豹，多待一会儿，怕是会被他们吃了，所以我就赶紧过来。我就知道那老太婆没安好心，早年她趁着老将军和小将军出征在外，偷换了娘娘的亲事，我就知道她不是个好的。都是陈年旧事，休要再提。好在我们姑娘福泽深厚，现在甚好。是啊，那个人的女儿反倒跟着夫婿流放在外，这都是报应。城门已经关了，若不嫌弃的话，留宿一宿吧。季叔叔，他在附近有庄子的，不用留他的。哦。姑娘，你前几天让萧云送过来的那个女人，我一直都关在庄子里的柴房里，1日3餐都有去送，还请大夫给她治病。你要不要去看看？不急，再等等。母亲，不好了，老夫人，门房来报，宫里派人来了。是何人？是谁派来的？奴婢不知道啊。去把三房叫来。是。母亲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也一并给我待着。蔡翁，您亲自拜访，我有失远迎啊。咱家今日上门，是奉了陛下的口，来问问府上的长事，为何二姑娘刚出宫就负气而走？为何在半路上又遇到自家的亲兵统领刀剑相向？什么？二丫头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蔡翁，陛下这是误会了呀。二小姐本来就跟府上有点生分，她心里可能是有点不舒爽，就想去她母亲的庄子上住几天呢。还有这刀刃之事，更是无稽之谈。那放肆的叶府已经被就地正法了，这二丫头也是平平安安的嘛，不知是哪位大人造的谣啊？老夫人，还有一张颠倒黑白的利嘴。今日早朝是誉王殿下亲自对陛下说的，难道誉王殿下还构陷你不成？这誉王居然真的亲自上奏了，那个死丫头什么时候和他这般亲密了？陛下得知二姑娘斩了贼人的头颅，大赞有其父之风，便让咱家告诉各位，叶大将军为国捐躯，叶小将军刀尖舔血，希望各位不要苛待二姑娘，否则陛下绝不轻饶。叶大人，陛下还说你身为朝廷命官，治家不严，你这承义郎的职位便收回了，你就好好在家修身养性，管教下人吧。什么？另外，咱家出宫时，太后派身边的嬷嬷带了几句话，若老夫人不能善待二姑娘，那就分家吧。不可以！怎么能分家？分了家，我的一双儿女就和国公府沾不上半点关系了。既然老夫人知道事情的轻重，那赶快接二姑娘回家吧。眼看就要过中秋，难道让二姑娘一个人在庄子上过？老身已经明白了，蔡翁放心，二姑娘一定会在府上过节的。告辞。我的好母亲啊！你费尽心思的折腾，搞得所有人都不得安宁。现在报应来了，我被免了官职，禁足在家。你满意了吧？你这个孽障！我这不是为了你吗？母亲，你莫要动怒。大夫说你可不能再动怒啊！为我好，为我好，用下作的手段去拿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，说出去也不怕丢人啊！你就是杀了叶刘姐又有什么用啊？
你若是真为我好，就应该杀了叶流正那小子，我还能得到一个爵位。二伯，都是一家子骨肉，你何苦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？倘若传出去，让别人听到，还不知道闹出什么事来。谁和你们三房是一家人？一个贱妾生的儿子，是我母亲宽容留你们在府中住的。哼，我明日便把你们轰出去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母亲，不能分家，母亲。哦，对，把七妈妈和江妈妈杀了，把叶流锦救回来，这件事就结束了。二夫人，那是我娘，你怎么能说杀就杀呢？你个贱婢，主子们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？别说是把你不知分寸的娘给杀了，就算是把你也给杀了，又能如何？放肆！我还没死呢，我错了。来人，给江妈妈赐一只白绫，送她上路。老夫人，孩子，我对不起你娘。从今日起，你就如我般亲孙女一样，待遇和三姑娘一样。我会给你准备一份好嫁妆的，然后再给你寻一个好人家。奴婢不要这些，只求老夫人放过我娘一命。奴婢愿带她远走，再不相见。你个贱婢，就凭你也敢在这里讨价还价？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连你一块勒死！好了，你赶紧通知三房去庄子上接那个该死的丫头回来。江妈妈，送她上路吧。这件事情你亲自办，她若乖乖顺从，我将许她女儿一个好前程。如若不然，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是，母亲。姑娘，府上派人来接你回去了。回去？没想到老夫人认输的如此之快。可不嘛，来的是三夫人。听说今日早晨皇上派人去了府上，可是誉王殿下做的推手。看来老夫人也是学聪明了，知道谁才是真正能理事之人。那姑娘可要回去？回去。但是我想要婶婶和叔叔跟我一起回去。不行，姑娘，我们两个身份低微，跟在姑娘身边，怕会不好。我们两个就留在庄子上，替姑娘跑腿便好。婶婶，其实实不相瞒，我有求于你们。国公府的管事兼亲兵统领叶福背叛了父亲，我杀了他，任命了一个叫魏树的亲兵做了新的统领。可我终究信不过他，又加之中秋，哥哥和姐姐马上要回京了，我这心里实在是慌得很。更何况这府上人心诡秘，萧云和烟水又过之年轻，我实在放心不了，所以只能拜托婶婶帮我管着内院，叔叔帮我看着外院，我方可安心。我可怜的二姑娘，如今国公府的一切都掌握在老夫人手里，还有父亲留在京中的产业。婶婶，你愿意同我一道回去，把这些全部抢回来吗？好，既然姑娘需要我们两口子，我们定当竭力。三婶婶，辛苦你过来跑一趟了，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二姑娘，这一切是我们做的不妥帖，老夫人已经处置了江妈妈，但是七妈妈她到底是伺候了老夫人一辈子的。三婶婶，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，何苦要将别人的错
揽在自己身上。走吧。前世，季叔叔就是拿着这柄长剑，替我战至最后一刻。三婶婶，这位是府上新的管家季元，旁边的是府上新的长侍姑姑季夫人。二姑娘她竟要直接架空老夫人。季管家，季夫人。对了，三婶婶，不知戚妈妈如今身在何处？眼下正在下人房养着呢，毕竟年岁大了，一点磕碰就得休养半年。哎呦，刘瑾呀，这些日子可苦了你了。回家了，一切都好了啊。好孩子啊，前几日啊多有误会，如今呢冒犯你的江妈妈已经被处置了，日后啊你就安心住在这府上，谁若敢再冒犯你，你就严惩不贷，祖母绝不包庇。祖母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那就好。萧云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祖母，我说过的呀，那两个人都要处置。不过孙女儿体谅祖母年岁大了，身边不能没有人伺候，我便不杀了。对，好孩子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到。你哥哥的那杯毒酒，是你祖母和萧从一起递我去，我让人查了。那杯毒酒，是你祖母身边两个嬷嬷置办的，就连怡姐，他们蓄谋已久，要是没有葛家，你姐姐也活不了多久。你们一个都躲不过。祖母，此事便算过去，以后我们便在这国公府里好好过日子。母亲，母亲，快来人呐！母亲，快叫大夫！快来人呐！爹娘，你们用生命换来的荣耀，我会替你们守住。前世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我也都不会放过。我的好祖母，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